各位观众老爷，大家好，我是哨兵慈爱，欢迎来到慈爱的游戏体验分享小电台。在中末地，三阳开泰都已经不算是祝福的话了，还有高手，那就是四阳方尊。书接上回，仔细看了下快递物流的玩法，快递外包比自己跑任务多了社交收益，也就是说，玩家最好把自己的任务外包给别人，然后自己去跑好友的外包。虽然有点不合现实逻辑，但为了游戏性做出的妥协，竟然还挺合理。另外，鹰角为了卖卡真是不遗余力，这期的卡池限定6星角色来万听，做了一套专属角色剧情任务。过了这个任务，要是没有一点心动，还真是有点困难。在这个任务里，一边介绍了人物角色，一边让玩家体验战斗技能以及大招。帅是真的帅，尤其是他破防之后的斩杀动作，但是主动技能前摇就比较长了。我还是更喜欢佩利卡这种超快出手的打断技能。一种抽卡是设计高强度副本，强迫玩家不得不抽卡；一种是设计和展示角色，诱惑你抽卡。这个孰优孰劣就一目了然了吧。不过不同星级的角色差别也太大了，6星角色有专属剧情，5星角色虽然有对应的支线任务，但是任务中的对话语音都不全，4星角色连角色教程都没有。我要写一个大大的惨字。回到本期标题，在中末地中，一开始出现的怪物是这样的：由石头组成的野兽类怪物，整体世界观上将其称之为天使，会在凭空从天而降的菱形石柱锚点生成和聚集。我作为玩家就很纳闷，为啥这种怪物叫做天使？完全失忆的管理员主角醒来不觉得奇怪？没问题，可能在中末地的世界观下，这就单纯是个怪物类型代号。但是这些世界观名词展示给现实世界的玩家看，说一句摸不着头脑不过分吧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中末地前3个出场的 BOSS， 以下内容涉及剧透。第一个是人类 BOSS 罗丹猎地者，猎地者的意思可以等价于土匪。第二个是天使 BOSS， 3位一体，这个 BOSS 设计层面更像是机械类 BOSS。第一个阶段是红色高速机动的进攻模式，第二个阶段是绿色的防守召唤小弟模式，第3个阶段是紫色的隐身刺杀和炮火覆盖的毁灭性模式，然后直到第3个 BOSS 出场。中央石头汇聚，缓缓拼组出一副白色的女性脸庞。剧情中，女主直接震惊说这是一个人形态的天使 BOSS， 在打掉周围4只触须和中心核心之后，才会显露出白垩界位的真正形态。像机器一般不规律地扭动着6只手臂，触须化身为尖锐的双足，红色的能量核心带动身体悬浮于半空。手臂既可以变化为骑枪，也可以融合成巨腿。当然，在战斗中无暇思考太多，只剩进攻和闪避。半血之后，展开翅膀翱翔，升于天空，再俯冲。在剧情结束之后，当我静下心来回味的时候，才发现这些有点与众不同。白色誉为圣洁，这一点应该没有什么分歧吧。不过为什么要设计6只手臂？说到天使，最印象深刻的是什么？一定是翅膀。这个 BOSS 设计有一种科幻与神话结合的美感，战斗爽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还是要吐槽中末地文案上的不足。我要是不细想一下，还真感觉不出来，搞得好像是要玩家被创作者同化一样。自有大儒为我辩经是吧？这些剧情上的设计完全可以设计一些伏笔铺垫，草蛇灰线一下。比方说塞西，寄予修会的修女，我还是蛮喜欢修女类的角色的。在剧情中，塞西会说寄予修会的大圣堂前盯着一只强大的天使。就比方说名词的解释完全可以交给人物对话。在与塞西的巴卡短信交流过程，主角管理员可以问：天使应该是神对世人降下救赎和福音的使者，
为什么把这些石头怪物叫做天使？大约这部分的资料可能会对失忆的管理员冲击太大，所以暂时。不过如果您能够亲自到达大教堂，大概就能理解了。后续再说，因为人形态的天使的存在对世界的影响和世界观冲击太大，虽然约定俗成这么称呼，但是更为精密的资料存放于。天使是对由锚点催化形成、由自然物质构成并带有光环结构的所有敌对可动实体的统称。虽然在中文语境下，天使也有从天而来的使者的意思，但是英文版你可是确确实实翻译成 angel 的。正常人看到一堆由石头组成的生物会叫什么？石灵、石魔、金石之子。可这大众化叫法是天使 angel， 唯一的联系点是光环。本期视频就此结束，感谢观看。